我年仅18就已是最顶级宗门的第一圣子，可18年来却从没出过一次宗门，只因我穿成反派后，并不想与天命之子争斗，只想苟在人间逍遥快活。然而我深深低估了天道的强行更改能力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可我身上的脏水一天却要比一天多。久而久之，本来为人和善、关爱宗门师兄弟的圣子，现在却成了同门人人唾弃的小人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找了自己的师傅。可当看到师傅眼中蕴含的神情，我的身在天不可为，至此我决定离开宗门，从此孑然一身。而今日天玄谷中被敲响了9下，当初我被封为圣子之时，也同样是敲响了9下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今日肯定是要决定罢免我圣子之位，不知道是什么理由，但也无需知道。走在宗门之中，我也能够感受到那些宗门子弟眼神之中的恐惧以及憎恨。似是自嘲般的笑了笑，继续行走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本想着平平淡淡的生活下去，可我努力过了，然而过程都改变不了，让我成为幕后黑手，一步步蚕食掉天命之子，然后等待下一个天命之子上，反复使用同一套手段。我做不到，也不想要那样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天玄主殿之中，门派诸多长老全都到齐了，甚至大殿之中还站着上百名弟子。这些弟子的脸上满是悲愤之情，有一些女弟子甚至需要人们的搀扶才能够勉强的站立，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势。最前方的一男一女神色坚毅，女孩叫做马一汉，男孩叫做萧公恩，是天玄圣主刘梅最小的2个徒弟。因为1个月以前天狼域那边出现了一个秘境，秘境唯有年轻一辈才能够进入其中。我的师傅刘梅让马一汉和萧公恩带着年轻的弟子们前往，这一去就1个月的时间，就在昨日，萧公恩与马一汉带着众多年轻弟子们返回了宗门。明明很多弟子都是第一次下山，年轻人回山门应该有说不完的话，可这次回来的青年才俊们别说是兴奋了，一个个死气沉沉，充满了绝望之意，更是全员带伤。负责暗地里面保护他们的长老也没跟着回来。刘梅询问了原因之后，整个人也是面容惨白，更是差点直接晕厥过去。直至今日召开了宗门会议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亲传弟子马一汉站了出来，他走上前来，对着刘梅盈盈一拜：“师尊还请还弟子等人以及公孙明长老一个公道。”马一汉的声音宛如黄鹂一般清脆动听，但他的语气却满是愤怒。公孙明正是这些弟子的护道者，如今已经葬身于秘境所在的位置。有了马一汉带头，上百名弟子全都开口了：“圣主，还请您为我们做主。”他平日里仗着自己的身份欺男霸女，至宗律法如巫，更是动辄便打骂师弟师妹，如今更是派人抢夺弟子等人的机缘。我等不从，他那师从居然直接对我们动手，丝毫不顾及同门之情。一群弟子全都跪在地面哭诉着我的罪行，那样子让在座的诸多长老全都一阵心疼。这可是他们圣地的底蕴啊！天玄圣地能够一直保持着10大圣地之位，就是因为这层出不穷的少年英杰。如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境，就让这些人折损过半，剩下的人更是道心身体接受重创。如果不加以惩治，那传出去他们天玄圣地岂不是成了个笑话？日后还有什么人敢加入其中啊？一名山主直接站起身来，高声道：“圣主，我知道圣子是您的弟子，从小也是您带着他长大的。可律法就是律法，我圣地能够屹立于此，靠的就是规矩，还请圣主能够明察。”有着山主的加入，诸多长老全都站了出来，让刘梅废掉圣子。最奇怪的是，平日里嫉恶如仇的刑法山主却没有说话。不只是他，就连他麾下那些负责刑法的长老们也是默默无声。但刑法山的人毕竟只是少数，大部分的长老与山主全都提议废除圣子。看着大殿之中的这一场景，刘梅坐在冰晶椅上娇躯轻颤，那冰冷淡漠的眸子之中更是微微发红。身为天命之子的萧公恩看到这一幕，眉头微皱，本来打算说些什么，可突然一顿叹了口气，站在原地终究是没有行动。眼见自己的师尊依旧没有开口的意思，马一汉终于还是按耐不住再度开口：“师尊，大师兄他罪无可恕啊，还请您为我为这些弟子们以及公孙明长老还一个公道。”之所以平日里懂事的马一汉会如此坚决地请求公道，原因是公孙明长老平日里最为疼爱他，以公孙明长老的修为，就算留下断后也不会有什么事。奈何马一汉差点被侍从伤到，公孙明挡在了他的前面，直接中了毒，导致一身修为只能够用出10之1/2，不然一个大成境的高手怎么可能就那么简单的死亡？马一汉在回宗门的路上，每想到公孙明长老对他的好，以及最后那慈祥的模样，他就泣不成声。从小是孤儿的他，在这个世上除了刘梅以外，就公孙明长老是他最重要的亲人。可如今亲人不在，曾经的大师兄也同样是个好榜样、好兄长。但自从几年前的那件事发生之后，马一汉就和大师兄断了来往。眼见自己最疼爱的弟子都如此请求，刘梅也不能够继续沉默下去了。只听白沙之下传出了一阵清冷的声音：“你们全都说圣子有罪，可有凭证？”“有，回禀圣主，我们这有。”只见几个弟子站了出来，他们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记录水晶，这是用来记录画面用的。其中一名弟子将自己手中的记录水晶摔碎，画面也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。秘境内天玄圣地的上百名弟子受伤严重，正在躲避身后数十名身着黑衣的修士追杀，每个人以黑布蒙面，根本看不清面容。领头的黑衣人用出了经典的反派笑声：“这么一句，大师兄是圣子，也是未来的圣主，只有跟着大师兄，那你才能够得正仙道，不然的话，1000年后也不过黄土一堆罢了。”马一汉神色愤怒，手中的长剑直指那群黑衣人：“回去告诉圣子，我不会和他成婚的。你们伤害了这么多同门弟子，难道就没有想过会受到刑罚山的治罪吗？”
这时萧公恩转头对马一汉大吼道：“你带着人先走，留下断后。”黑衣人想要将其全部包围，奈何萧公恩就好像爆种了一样，突然整个人强横无匹，硬生生以一人之力挡住了数十名黑衣人的退路。紧接着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秘境外面。此时的公孙明长老看到一众弟子凄惨模样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忙询问其缘由。在听到了居然是圣子下手之后，公孙明长老一脸严肃，此时还不能下定结论，毕竟圣子没有出面，那些人也都是掩面行事。我们还是先回去交由圣主定夺。一众弟子虽然愤愤不平，但他们知道现在也只能够这样做。一行人乘坐非洲向着天玄圣地所在的位置飞去，可就在半路上，他们再度遇到了劫杀。来人是大成期的修士，公孙明见此一幕，直接迎了上去。结果正是如开头马一汉说的，那名黑衣人不讲武德，不只打算对小辈出手，甚至一出手就是极其歹毒的功法。公孙明挡在了他的前面，直接中了毒，导致一身修为只能够用出10之1/2。这种情况下，公孙明赫然使出最后的力量，用灵力包裹着非洲向远处激射而去。他则是留了下来对战那名修士。画面戛然而止，因为非洲已经远行，所以记忆水晶也记录不到剩下的画面。但猜一下就知道了，同样都是大成境的修士，公孙明中了阴招，一身实力根本发挥不出来，敌人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怎么可能饶过他的性命？大殿之中鸦雀无声，听说和亲眼看到是两回事。天玄圣地的一众高层们怒火中烧，圣主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正子当废，必须要给公孙长老一个交代。就连台下的那些弟子们也大声地讨论了起来。大师兄，他这么多年做过太多龌龊之事，本就应该德台兼备。如果是这样的人，未来引领我们圣地的话，我宁愿退出宗门。而在此时，我带着一丝轻松的神情刚好走进大殿。本来还在争吵的众人在听到脚步声后，全都沉默了下来。许多年轻弟子虽然听说过我的恶行，可因为我很少出圣子殿，现在也只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我。刑法山的山主以及长老们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无奈。这次圣子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我等想要帮忙，但也没有证据啊。为何会如此？之前很多事都不是圣子做的，但种种矛头都指向他，如今更是出了这档子事，简直就好像有一张大手在笼罩着圣子一般。若是因为事情到了不可畏的境地，吾等必须要伸出援手。其他的大部分山主与长老则是和刑法山的人完全不同，他们的眼神之中带着愤恨、阴狠以及失望。看到自家弟子的出现，刘梅的美眸也带着一阵恍惚，她似乎看到了曾经那个小小的孩童跟在他的身边不断的叫着师尊，那种感觉让他冰封的心融化开来。也是因为如此，这么多年无论我在外传的有多么暴虐邪恶，他始终都没有理会。杨儿，为师终究还是护不住你了呀，为何你会变成如今这样？都怪为师，是为师的错。没有给你足够的关心，所以才让你误入歧途。刘梅在内心不断的苛责着自己，认为就是自己的失职，才导致我变成了如今这人人喊打的模样。见过师尊，我走到了大殿之上，用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开口。就在这时，一直在刘梅身旁的那名太上长老开口了：“圣子知罪。”伴随着的是他圣王境的威压，但我只是稍微适应了一番，就硬生生的直起了腰。这一幕让太上长老的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欣赏。刘梅是他挑选的继承人，而我则是刘梅选择的继承人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就是他的徒孙啊，他又怎么会故意对我为难呢？之所以在大殿之中当着所有人的面前来这么一下，就是为了给众人一个交代。高高拿起，轻轻放下，只要你这么一认罪，他作为太上长老亲口让其关禁闭3年，就将事情接过了。想象很美好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只见我抬起头来，深邃的眼神宛如幽潭一般，让人看不懂我在想些什么。禀太上长老，弟子不认罪。什么？这话让别说太上长老了，就连大殿之中的其他人也是傻眼了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一切证据都指向了我这个圣子。就算是没有这次试炼的事情，我做了太多天怒人怨之事了，要是连罪都不认，如何对这些年轻弟子们有个交代？似乎是害怕太上长老没有听见，我再度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：弟子不认罪。呵呵，真不愧是大师兄啊！马一汉冷笑地看向了我，我也将目光看了过去，那熟悉的样貌，貌似在几年前还是自己的跟屁虫呢。对于这个丫头，我也是疼爱的很，可没有想到，只是过去了几年的时间，对方的美眸之中敬重爱意全都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融不化的冰冷之色。萧公恩这个天命之子，此时也是满眼复杂的看向我。拜入山门之时，萧公恩刚刚家破人亡，宛如一匹孤狼一般。也是这个大师兄的照顾，让他逐渐恢复了人性，却没有想到会变成如今这个场面。杨过，刘梅那空灵清幽的声音响起。听到这声音，我转过头看向了自家师尊，明明隔着面纱，但却仿佛看到了对方脸上那失望的表情。我的声音温和，却没有任何一丝感情。师尊，弟子不认罪。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。圣子，你还不认罪？其中一名脾气火爆的山主站了出来，将手中的数枚记忆水晶抛了过来。这里面除了秘境仪式外，还有着平日里圣子所做的种种罪行，都是由这些弟子们自发的，从门派之中收集起来的。我接过了那些记忆水晶，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开，不看不要紧，这一看就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要不是知道天道作祟，我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了。看到我的情绪出现了波动，那名山主继续冷笑道：怎么样？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还想要狡辩吗？我一个接着一个的将那些记忆水晶看完，随即抬起头来直视着那名山主，轻声道：我都看完了，不过我想问一句，我认不认罪，
关你什么事？那名山主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敢这么嚣张。曾经在选择圣子之时，他一直想着让自己的徒弟成为圣子，结果刘梅莫名其妙的从凡间找来了我，并且悉心培养，直至得到了圣子之位，本身就有着仇怨，此时想要踩我一脚，却没有想到我根本就不尊重他山主的身份。如果你想要找死，居然对本山主如此不敬！面对那怒发冲冠的山主，我不屑地撇了撇嘴。现在事情还没有说清楚，我师尊没有开口，师祖也没有开口，你倒是直接站出来问我认不认罪。圣子之位仅次于圣主，这是我们天玄圣地的规矩。我这个圣子还没被扒下去，所以恕我直言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居然质问本圣子？伴随着我最后一个字说出，整个人的气势都发生了改变，一种玄之又玄的气息从我的身上奔涌出，而天空被乌云所笼罩，那乌云之中有着道道金色的裂纹，从裂纹之中传出了不可言说的道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眼睛也发生了变化，白色的眼白之中有着一大一小两颗黑色的眼珠。上古重瞳，重瞳者天地至尊，出生便有着大地资质，如此强大的气让山主向后退了一步，他的心中居然出现了恐惧与臣服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让他恼羞成怒，身上散发出了强大的气势，似乎是想要出手，但一道白色的灵力直接将他的全身灵力封锁。是太上长老出手了。此时的太上长老看着台下的我，眼神之中满是惊叹。天骄多如草木，但妖孽可就少见了。太上长老纳闷道：上古中统，这小子什么时候觉醒了这样的体质？殊不知，身为师尊的刘美美眸之中也带着一丝茫然。要知道，我成为圣子可不是因为什么重头，而是因为你的悟性以及惊人的天赋。无论是什么样的秘法给到我，保证在不出3天的情况下，就能够将其登堂入室，更是短时间内大成。修为也是遥遥领先于众多年轻弟子。若是再有个重瞳的加持，那简直就是逆天了。与此同时，台上的众多长老与山主们也开始讨论了起来。圣子隐藏得太深了吧？还有那恐怖的气势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众牛都不是他的权利呢。大殿之中的马一汉脸色有些惨白，就连娇躯都微微颤抖了起来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家大师兄有着如此恐怖的天赋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虽然知道自家大师兄是个妖孽，但重瞳以及那如同谪仙般的超脱气息，可是从来没有露出来过呀。那些高层们因为这样逆天的圣子已经开始倒戈了。公孙明长老就白死了吗？而且以大师兄如今的为人，这样恐怖的天赋只会让他更加肆无忌惮。那魂约，马一汉已经心生绝望了。之前那名山主一身灵力被太上长老给封了起来，面对我这恐怖如斯的气势，直接暴退，紧接着鲜血从口中直接喷了出来，整个人显得萎靡不振。庶子，你简直……还没说完，太上长老就淡淡的开口：好了，别再说了。很明显，在场之人全都看出来他在偏心于我。那名山主更是用不可置信的表情看向了太上长老。太上长老，呼！强大的气势直接将那名山主给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太上长老的眼神轻眯，开口道：我说闭嘴，你听不到吗？那名山主咬着牙应了一声，退到了后面，低着头。没有人能够看到他那怨毒的表情。天玄圣地自古以来，太上长老的职位都是用来压制当代圣主的。结果现在呢，人家太上长老的徒弟是圣祖，圣主的徒弟又是圣子，简直就是滑稽。天玄圣地都成了他们的一言堂了。大殿之中的山主与长老们当然看出了太上长老的偏心，不过他们和圣子基本没什么大仇。而且人家圣子展现出了恐怖的天赋，偏心就偏心呗，反正是为了圣地好。那些年轻弟子们在刚才也听到了高层们的讨论，脸色全都有些苍白。他们这些人的命就不算命了吗？听这些高层的意思，分明是要原谅圣子啊！一旦原谅了圣子，那么他们这些前来告状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圣子那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众人可是都很了解的。这次的事件，难道不是已经把圣子给得罪死了吗？想到这里，年轻弟子们的脸上满是绝望，甚至有些人都萌生了死志。看到这些师弟师妹们一张张苍白的脸，萧公恩咬了咬牙，再度站了出来。师尊太上长老，还有各位山主、各位长老弟子，萧公恩希望这次的事情能够给圣子一个惩罚，而且必须要圣子做出承诺，不会事后报复。此言一出，那些高层们还没说什么，我反而愣了一下，转过头看向了萧公恩。正好在这个时候，萧公恩也看向了我，一对视，我就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出了诸多的复杂情绪，有自责，有愧疚，有愤怒。果然不愧是天命之子啊！那眼神就跟个扇形统计表示的。本来我以为天命之子压根就是个狂傲自负、动辄灭人全家的人，只不过有天命罩着罢了。这样的人，我对其下手也没什么心理负担。可随着跟天命之子，也就是自己的小师弟萧公恩接触，我发现自家小师弟完全就是个义薄云天的存在啊！关爱同门这种小事就不说了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机，他都会第一个站在所有人的身前。天赋更是强大的可怕，但就是容易吸引仇恨。而且他每次外出返回宗门，都会来给我这个大师兄请安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我终究还是没有对这个小师弟下手，并且想要和他摊牌，并且打算庇护自家小师弟的成长。可每当我对着他打算说出一番真心话之时，总会被天道莫名其妙的力量所阻止。就算想要在纸上写出来，自己的想法都做不到。萧公恩当时也极其好奇，为什么自家大师兄看到自己光是发呆不说话，而此时看着萧公恩那坚毅的神情，有很多长老与山主们都露出了欣赏之意。之前在记忆水晶之中，他们就看到了萧公恩的天赋，小年纪居然能够硬抗那么多元婴中期以上的黑衣人，甚至在危机时刻也想着保护同门，自己留下断后，简直就是难得一见的杰出英才，而且还是个聪明人。在这个时候是个人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宗门之中的大多数前辈们是根本就不想要废除圣子的。
与其继续纠缠下去，倒不如为这些师弟师妹们争取一份安全的保障。是个好孩子。太上长老也是满意的看向了萧公恩，若不是他已经成为了太上长老，说不定也要将这个好苗子收入门下，不过想想这是自己徒弟的徒弟，总也要叫他一声师祖不是吗？不得不说，刘梅的眼光就是好啊，收来的徒弟们都有着极高的天赋以及难得可贵的品质，唯独我，论人品吧，我有天赋；论为人吧，我有天赋；论友善，我还是有天赋。修行界天赋不是唯一，但绝对是最能够一窥仙缘的必要东西。就在太上长老都决定开口，只是罚圣子禁闭之时，门外传来了呼喊声：“等一下，我不同意！”紧接着，足足有着上千名弟子们进入了主殿之中。这些弟子们都是天玄圣地的核心弟子。只见那些弟子们进来之后，先是对着刘梅以及太上长老行礼，紧接着全都带着愤恨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我。圣主以及各位长老们，弟子这次斗胆前来告发圣子擅闯主殿一事，待到我们的话讲完，会自觉的去行罚山领罚。闻言，这些高层们全都傻了眼，圣子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，引得这么多的弟子出来告发呀？太上长老此时有些恼怒，有人搅局，但奈何众怒不可犯，尤其是这么多的核心弟子都出现在了这里，要是强行让他们闭嘴的话，必然会让他们对宗门心生嫌隙。天玄圣地在10大圣地之中，如今就算不是垫底，但也绝对不是什么高的名次，绝对不允许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。更何况这些年轻弟子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背景都是错综复杂，一个不小心圣地可就要陷入内乱之中了。想到这里，太上长老有些苛责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们都是宗门未来的希望。擅闯主殿一事，我替圣主恕你们无罪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。”听到了太上长老的话，弟子们全都松了口气。虽说为了对抗圣子，他们不惜联合起来强闯主殿，不过要是能够躲避惩罚，那还是极好的。圣主、各位山主长老、太上长老，弟子们会强闯主殿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圣子他得不配为。我们这些弟子都是受害者，天天在圣子的淫威之下恐惧的活着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恐怕我们会到心崩溃，无法正道。接下来就是每个弟子都诉说自己被压迫的事情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告状，场面已经开始逐渐失控。终于刘梅开口了：“圣子，他们说的可属实。”那冰冷的声音之中没有任何一丝情绪，但唯有了解自家师尊的我明白，貌似这个女人此时已经怒火攻心了，不然怎么可能叫我圣子，而不叫我的名字呢？只见我无奈地走上前去，高声道：“没错，师尊。”都是真的。我的话反而让大殿之中的人愣住了，哪有如此平淡就承认的？就在大殿之中的人陷入沉思之时，最开始进入主殿的那名核心弟子开口了：“圣子真不愧是圣子。”到了这个时候，还想着宗门不会对你处罚，所以毫无顾忌的认了，对吗？看了那名弟子一眼，我淡淡的开口：“这你说是就是吧，这不也是你们想要听到的吗？”我毫无顾忌的样子引得众人有些愤怒，他们已经想要将我给保下来了，结果我居然是这个态度，那未来这些同辈的弟子们岂不是都要活在我的阴影下？刘梅没有理会众人的情绪，美眸直视着自己最疼爱的这个弟子，再度开口：“你可有认错之心？”有。只见我嘴角上扬，露出了一个轻佻的笑容：“我错了，错在没有直接宰了他，让他们居然有机会告状。”闻言，大殿众人满脸震怒。圣子此言与魔门之人合一，堂堂天玄圣地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圣子，简直就是圣地的耻辱。刘梅美眸圆睁，她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此时郊区之上大片的寒冰之意扩散而出，一转眼最前面的那些年轻弟子以及长老瞬间变成了冰雕。还好太上长老在关键时刻立马站了出来，柔和的灵力遍布整座大殿，让那寒冰之意逐渐的消散。就在太上长老忙着拯救众人的时候，我往前走了2步，双眸直视着刘梅，缓缓的开口道：“师尊，既然罪我认了，是不是该给我惩罚了？断了我抽筋，将我的神魂弄出来点天灯，还是直接让我单碎阴灭，或者逐出师门？”刘梅闻言却是美眸通红，声音也带着沙哑：“你到现在还不认错吗？”闻言我却摇了摇头，在此刻神情却有着几分惆怅：“不，我认错了。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该明白，这该死的混蛋命运，无论我怎么逃，都是逃不出去的。”语气之中满是绝望与消极。刘梅见此，心脏如同针扎一般的疼痛。难道自家弟子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最近这几年，刘梅察觉到了自家弟子的变化，所以也在故意冷落着我，导致现在的她看着自家弟子越来越陌生。但一想到我做的种种罪行，刘梅坚定了起来。既然你认错，那从今日起废除你的圣子之位，并且罚入烈心塔，在里面避过3年。但是在避过之前，你要去给这些受过迫害的人一个完美的交代。若是他们能够原谅你，你就少罚1天；但若是一人不原谅，那就多加10天。此言一出，大殿之中一片寂静。废除圣子之位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，结果又要去炼心塔3年，那里面可不是人能够去的地方。一般人进去待3-5个时辰就受不了了，这要是进去待上3年，人不得被炼化了呀！而且一人不同意就加上10天，简直就是恐怖至极。袁天志对这个结果可是充满了快意，但以我那惊人的才情，谁知道3年后出来会不会一飞冲天？到时候我要是再报复回来，提心吊胆的可就是他了。想到这里，袁天志再度开口：“圣主英明，但弟子还有一事相求。既然杨过已经被废除了圣子之位，是不是应该将其修为尽废，以此来防止他日后报复这些师弟师妹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萧公恩站了出来，他一脸愤怒地看向了袁天志，不行，大师兄，圣子之位被废除，已经是最大的惩罚了。而修为废除以后，还能够在炼心塔里面待着吗？你分明是想要大师兄死在里面。听到萧公恩的话，袁天志冷笑了一声：“怎么杨过的命是命，
其他人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杨过这么多年为非作歹，在宗门之中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只是废除修为而已，就忍受不了了。我对于两人的争辩则是丝毫不在意，仿佛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一样。而就在两人还要继续争辩下去的时候，台上的刘梅开口了：“你到底要为师如何做？”看到自家师尊眼眸之中的泪光，我不知是有些不忍，还是想要最亲近的人相信我，随即喃喃道：“师尊，你会信我吗？那些事不是我做的。”呢喃声虽小，但大殿之中的人都是修士，怎么可能听不到？尤其是刘梅，她本就将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，此时听到这句话，一时间愣在了当场。他又怎么可能不相信自己的徒弟？几年前我突然开始转变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不是去质问我，反而是让人彻查是不是有人陷害圣子。这么多年，我对于年轻弟子们是温和且善良的大师兄，对于长老以及山主，包括他这个师尊，都是孝顺且优秀的好孩子。甚至刘梅还去了趟魔门，询问当代魔位有没有可能被操纵的心智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结果随着一件又一件的恶行传到了刘梅的耳朵之中，她对于自家的大弟子也开始逐渐的失望。现在刘梅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真的相信我。只不过在这一刻，她的心脏无比的疼。我轻呼了一口气，虽然自家师尊没有开口，但那眼神已经说明一切了。他不相信我。萧公恩眼见着和袁天志说不通，连忙转向了刘梅开始求情。这期间他从没有看向我一眼，为了我求情是因为之前的那些恩情，而这次过后他就不欠我什么了。这么多年该还的都还了，那些圣子的下属们向他索要资源的时候，他都毫不犹豫的就交了出去。原因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的好。同样马一汉也是如此，如果不是因为公孙明的身死，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来。刘梅这一脉的弟子们，谁没有受过我的恩情？甚至就连来到此处的核心弟子、亲传弟子，每个人在几年前还不是屁颠屁颠的叫着大师兄。刘梅叹了口气，他已经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徒弟了。去炼心塔也是为了对这些弟子们有更好的交代。等到3年之后，我出来也许还能够在宗门大放异彩。毕竟刚才我的天赋，众人可是都看在眼里。可众人也都明白，天骄之争一步差便是步步差。修为虽然留着，可去了炼心塔之后，又如何能够进步呢？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3年过后，这些年轻的弟子恐怕一个个都会修为飙升，天骄妖孽之流更是会直追老一辈的修士，天地气机也会出现新的变化。可以说，我若是被关进炼心塔3年，失去最好的修炼时机与年龄，那我真的就废了。就在刘梅说完对我的惩罚之后，马一汉那如同百灵鸟一般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等一下，师尊，我想要与大师兄解除婚约，我一心只想追求仙道，对儿女情长一事没有任何的在意。”定下的婚约也只是当初志同的玩笑话，现在还请师尊让我脱离这束缚。袁天志听到马一汉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哪能不兴奋，连忙开口道：“没错，圣主，杨过他恶迹斑斑，根本配不上宛如天仙一般的马师妹，更何况他还要去炼心塔3年，还请圣主给马师妹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。”对于袁天志这个人，马一汉是打心眼里面厌恶，不过此时他说的话跟自己不谋而合，所以就没有出言反驳。刘梅看着大殿之上那一脸倔强的马一汉，又看了看毫不在意的我，事已至此，婚约之事就算了，这件事是为师考虑不周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那位师便准了。马一汉拜谢刘梅，俏脸之上带着几分欣喜之色。多谢师尊，终于摆脱这份束缚了。杨过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听到刘梅的询问，我带着几分懒散开口道：“没有。”随即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储物戒，这是刘梅给我的，里面有着无数修行资源以及那圣子桃。师尊，这是您给我的储物戒，里面是这么多年门派给我的资源，放心，我一点都没有。当然，圣子令和圣子袍也在里面。此言一出，刘梅还没说什么，大殿之中的高层们则是炸锅，门派给的资源一点都没有，那他是怎么修炼到元婴巅峰的？而且这修为非常扎实，这就是顶级妖孽吗？听到众多高层的讨论，袁天志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，5行神体登堂入室，甚至修为都到达了元婴后期，并且隐隐有着突破巅峰之势。圣主既然圣子之位落空，弟子不才，身为序列1号弟子，是不是可以承接圣子之位？闻言之前那名山主，也就是袁天志的师尊连忙开口：“没错，我堂堂天玄圣地，怎可让圣子之位落空？我也提议让天志来承接圣子之位，并且他的修为也到了元婴后期，理所应当啊。”闻言刘梅却是平淡的开口：“孝公恩当为圣子。”此话一时间让大殿内炸开了。什么？这不行，圣子辈子当然应该是序列弟子承接，哪有让一个入门没几年的弟子就成为圣子的？没错，难道就因为袁天志不是圣主的徒弟吗？这是何道理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太上长老却是开口：“圣主既然如此的话，倒不如让2人比试一番。”输者无怨，想来2人应该是赞同的。听到太上长老的话，袁天志一脸不屑的开口道：“圣主，如今弟子已经是元婴后期的修为，萧公恩师弟看起来应该才刚刚突破元婴中期。若是比试的话，弟子用不用降低修为？不必。”还没等刘梅开口，萧公恩高声拒绝了袁天志的提议，并且身上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气势，元婴中期的气势，却将袁天志那元婴后期的气势给完全压制了下去。一名长老看到萧公恩的胸口瞳孔巨震，快看萧公恩胸口！闻言，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萧公恩胸口，即便穿着长衫都挡不住那金光，那是一块骨。
上面的气息充满了古朴之意，只是一块骨却让五行神体都失去了神采。这傲然一切的气势，难道是至尊骨？这是至尊骨啊！天生的至尊，怎么可能？老夫是在做梦吗？先是看到了上古重瞳，这又来了个天生至尊的至尊骨。大殿之中的所有人都被萧公恩的那块骨给惊到了，这里面的人也包括我。至尊骨重瞳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还好今天我选择摊牌了，不然的话，岂不是又要有个挖骨的罪名按在我身上？此时的萧公恩至尊骨的出现，让五行神体彻底失去了色彩。太上长老的嘴都快要合不上了，这简直就是困了有人送枕头。刚想着圣主一脉要失去圣子的位置，结果萧公恩就开始暴重了。如今萧公恩成为圣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而这个时候，袁天志因为圣子被否怒火正无处发泄，正好看到了不远处无所事事的我，顿时火从心中起，直接来到了我的身前，低声开口道：“杨过，你倒是真惨啊！不只是圣子之位被废除，如今心爱的女人貌似也看上别人了。不得不说，你就是……”还没等袁天志说完话，突然感觉到脸上一痛，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此举也让大殿之中安静了下来。只见我嘴角上扬，调笑道：“倒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招惹我的呢？按照正常的剧情来说，你就是一小反派跑过来惹我这个大反派，是邪命长呀！”袁天志怒发冲冠，元婴后期的气势直接奔涌而出。杨过，你安敢辱我？就让你知道，从来都没有被你给落下，我就是运气好一点而已。如今我的五行神体已经纯熟，今日就拿你祭剑。袁天志也顾不得这是大殿，储物戒一亮，一柄飞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，整个大殿之中都被他五行神体的光芒所掩盖。当金属的撞击声响起，光芒散去，众人看清楚了场中的画面。只见袁天志那薄若蝉翼的灵剑，至于我的咽喉处，只有3寸的距离，却宛如天堑。灵剑被2根修长的手指给捏住。我平静的开口：“到底是谁给了你勇气，让你对我出手的？难道你不明白，你成为序列1，是因为你的极限就是序列1而已？至于我成为圣子，是因为年轻一辈最高的地位只有圣子。”咔咔，碎裂声响起，袁天志手中的地阶灵剑竟被我2根手指给捏碎。他一瞬间也是傻眼了，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将他当成一回事，即便是圣子之争的时候，我都从没有用出过全力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这绝对不可能！袁天志双眼布满了血丝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袁天志的道心都快要崩碎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明眼的长老站了出来：“杨过他如此强悍，就不要派去炼心塔了吧？我看应该换一种惩罚，倒不如让他随老夫上山，然后修身养性3年。待到彻底平和之后再出山也不迟，不如保留他的圣子之位，让他沉寂3年也是好事啊。因为我的再度出手，让一众高层们又矛盾了起来。这样的少年天骄，若是直接被废掉，那简直就是宗门的损失啊！若是能够重新振作起来，到时候他们天玄圣地凭此麒麟子，岂不是有望冲一冲排名？而就在这时，刑法山的山主终于开口了：“诸位同门，老夫担任刑法山山主已有1800年之久，期间不说为宗门有过多大的贡献，但绝对没有一丝谋利，还请诸位以及圣主听老夫一言。圣子作恶的事情，我刑法山皆有记载，迟迟没有动作。从来都不是因为担忧圣主下不来台，而是这些事件宛如迷雾一般，让我们根本查不清楚。故而老夫请求保留圣子的位置，让杨过他来我行罚山一段时间。若是恶性不改，那么老夫会亲自断他修行之路。”刑法山山主雷震，若有人说他处事不公义或者以权谋私，整个宗门的高层都不会相信。就像他说的，在为1800年被他亲自决定的案件之中，从未有过错判，嫉恶如仇简直就是他的座右铭了。如今他都站出来说话了，那么圣子一事确实有待商榷。刘梅的美眸再次出现了希冀的神色，难道大徒弟的转变真的有问题？毕竟曾经那么天真且诚实的少年，一朝成为恶人，确实太过离谱了一些。眼见着刘梅这位圣主因为雷震的话而犹豫了起来，袁天志的师尊不能够再忍下去了，他眼珠一转，突然看到了萧公恩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连忙开口：“正准，你也不想自己其他的徒弟出事吧？万一这杨过就是个十恶不赦之人，萧公恩他有着圣子之资，我们都看在眼中。我想问你，若是杨过他看上了萧公恩的至尊，做出内挖骨断落一事又该如何？”闻言，太上长老的眉头紧皱，似乎是在思索着这件事情，而刘梅更是愣住了。饶是他有着圣人之威，可面对师徒情谊这件事，也难免陷入了两难。萧公恩似乎感受到了众人的目光注视，转过头，第一次看向了自家的大师兄。师兄，曾经的你一直在保护着我，你变了，残害同门，强迫师姐，简直就是无恶不作。以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也许会真的看上我这块。不过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任何人保护的小师弟了。若是你想要强抢的话，那我绝对不介意和你一战。就连一旁的马一汉看向我之时，眼神之中都带着些许的警惕。我则是完全不在意这些人的目光，明明应该放弃一切的，但这个时候我却偏偏有着一丝希冀，那就是自家师尊，也许哪怕有1/1000的几率会向着自己呢。但下一刻却将我这份希冀给打碎了。只听刘梅冰冷的声音响彻整座大殿：“圣子之为涉世孝公恩，至于杨过，可以从轻处置，刑罚山交由雷震长老来管教。若是……”
刘梅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大殿之中突然出现了状若疯魔的笑声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一袭黑衣的我正捂着脸疯狂的大笑着，笑意之大，甚至让我的眼角流出了泪。刑法山山主雷震叹了口气，再度坐了回去。马一汉这个小师妹听到自家大师兄的笑声，却没由来一阵心疼，因为她从那笑声之中似乎感觉到了无尽的悲凉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站在那里疯狂的大笑。过了许久，笑声才缓缓地停了下来。将手从脸上拿下来之后，我的气质越发的邪魅了起来。真是白痴，我居然还有着一丝幻想。果然，系统走的时候似乎将我的脑子给拿走了。反派啊，都喜欢按照剧情走是吧？那我就掀了桌子，谁也别玩了。随着真相的慢慢揭露，此方天道也变得诡异起来。霎时间，外界的天空突然雷云密布，一股毁灭之力从天空之中倾泻下来，让在场所有人的腰都弯了下去。作为反派的我当然是最清楚的，能够感受到那股雷霆的毁灭之意，这是天道感受到了我的决心在威胁我，这是天道感受到了我的决心在威胁我。而我面对此景却是毫无一丝惧意，老子死都不怕了，现在还会怕你威胁我？这一瞬间，超脱光环和原始天魔体被我催动到极致，而本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也出现了变化，厚厚的雷云直接被强行击散了一半，整片天空一半雷云密布，另一半则是金光耀世。这超脱光环有着短暂的摆脱天道的控制，甚至隐隐有着压制天道的妙用，只不过这需要强大的灵力来支撑。这时我也再也不装了，分神期的实力直接迸发了出来，上古重瞳也再度浮现在我的眼眸之中。我的身上出现了一股玄妙的气息，让大殿之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压制力。与此同时，我张开嘴一字一句地说道：重瞳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我要那块骨。呵呵，师尊你还真是有些小瞧你的大徒弟啊！别说是至尊骨，哪怕是混沌体来了，老子也不稀罕。你们不是要说我的罪行吗？行，那我们现在就说上一说。说罢，我伸手指向那众多年轻弟子之中的一人：你给我过来！后者看到我指着他，顿时瑟瑟发抖。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功夫，那女弟子直接被我给提到了自己的身前。你说什么来着？我看中了你的美色，还看中了你娘亲的美色，强迫你们，但你们宁死不从。父母甚至因为这份屈辱而自觉是也不是。那名女弟子的眼神开始闪躲，说话都变得结巴了起来。说，我一声怒吼，直接将那名女弟子吓得面色惨白，连忙开口道：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怒极反笑，用另一只手直接抓住了女弟子的天灵盖。伴随着玻璃的碎裂声，那名女弟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紧接着一道画面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：抽魂炼魄，抽魂炼魄。这种残忍的功法其实每个宗门之中都有记载，毕竟身为修士，有些时候想要知道真相，就是要用一些特殊手段才行。只见女弟子的灵台处迸发出了透明的波纹，紧接着关于她的记忆就浮现了出来。画面里面，因为我之前一直乐于助人，身为年轻一辈的大师兄，无论是谁有危难我都会出现，所以女弟子找了个理由就将我给找了过来，借着指点修为频频勾引我，奈何我实在是对她没兴趣，甚至还耐心劝导她。修行之道唯有正途，若是走那些旁门偏路，难成大事。几次三番的连续失败，让女弟子心生怨恨，随即想到了另一个恶毒的法子，那就是给我下药。她和她的娘亲同时在房间候着，一旦生米煮成熟饭，圣子就会有了污点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？想象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没有等到圣子，却没想到居然等到了女弟子的父亲。一进门就喝下了那为了圣子准备的热茶。这一下肚不要紧，娘俩可是都在房间之中候着呢。结果直接酿成了一桩惨剧。他的父亲清醒后方知酿成大错，一怒之下直接将女弟子的娘亲给当场击杀。他也含恨而去，唯独留下了这名女弟子。之后我到来的时候，他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请求我为其保命，种种画面都被大殿之中的众人看在眼里，这简直就是一出害人不成反被那什么呀！当画面播放完毕之后，我发出了一声冷笑，随即直接拍出一掌，让那女子身死道消。大殿之中静悄悄的，没有人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而我这个时候确实还不满意，伸手又将一人抓来，正是那因为资源被圣子抢夺且打断双腿的弟子。看了女弟子的下场，她简直都要吓哭了。可我并没那个闲工夫去问她真实情况如何，再度用了抽魂炼魄，画面再度出现在大殿的众人眼中。这一次的画面清晰的看到那名男弟子走了狗域，从一处废墟之中得到了一件秘宝。那名男弟子走了狗域，从一处废墟之中得到了一件秘宝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过了没多久，几个修士就找上门来，他们自称圣子的随从，想要为圣子讨得这份秘宝。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，那男弟子不从就被打断了双腿，秘宝也被抢走了。画面戛然而止。这个画面可是让众人有些蒙圈。要说之前那个算是陷害，可这次却是不同。画面之中抢夺秘宝的修士，分明就是圣子的随从啊！我并没有解释，再度抓来一人抽魂炼魄，又是圣子随从做的好事，一连4、5个里面全都是圣子随从，为了讨得圣子欢心而做出的事情。够了！就在我还打算抓一人的时候，刘梅圣人的气息突然出现，直接将我手里的弟子给救下。那双如冰晶的双眸直视着我，第一人不是你的错，并且他还陷害于你，但剩下的这几人有何过错？让你用那抽魂炼魄之法，就算他们恢复过来，也会到心蒙尘。你就是这样对待同门的吗？而且那些犯下错事之人，难道不是你的随从？为师亲眼看到过那些随从们出入你的天穹峰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听到刘梅这一连串的质问，我满脸讥讽。说得对，
我的师尊大人，他们确实是我的随从。那我现在倒要反问你，还有你们这些山主一句，随从呢？我的随从们在哪里？此言一出，众人愣住。对啊，圣子是有随从的，这是必然的。毕竟圣子之为未来没有意外的话，是圣主的不二人选。有些想要追随我的人是很正常的，这其中不乏弟子与长老们。可圣子这么多年一直在天穹峰之中不曾出来，那些随从们也全都被我给赶走了。天穹峰这么多年可是只有我一人啊！想到这里，别说是那些年轻弟子了，就连一个个修为高深的长老与山主们，也都是后背发凉。一群不存在的以圣子之名作恶，还有比这更加离谱和诡异的事情吗？刘梅更是美眸圆睁，整个人如同失去力气一般，靠在了冰晶椅上。要说对于我最为熟悉的人，肯定就是他这个师尊了。从几年前我将自己封闭在天穹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刘梅怒其不争，甚至还主动前往天穹峰，想要将这个不上进的大弟子给强行带出来。每一次他都是突然到来。天穹峰上面有几个人，他是最为清楚不过的了，并且一些曾经追随我的外门、内门长老以及弟子们也全都被我遣散。我现在简直就是个光杆圣子，别说随从了，整个圣子殿连个侍女都没有。那帮助圣子做事的那些随从在哪里？不对，此时袁天志的师尊又跳了出来，只见他袖袍挥动，一名弟子被他给吸附到了手中。这人我认识，是紫竹峰长老的弟子。紫竹峰林长老和在听到喊话，人群之中一个身着华服的老者缓缓走了出来，他的双眸浑浊不堪，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个修行者。凌云度迷纵容弟子为虎作伥，可知罪？袁天志的师尊说是问罪，凌云度实际上还是在说，毕竟为虎作伥这个词不用说，矛头指向的谁在场之人都明白。林长老的声音低沉且嘶哑，似乎嗓子被利器给划破了一般。老夫有罪。闻言，袁天志的师尊可不管那么多，看到林长老承认有罪，冷哼了一声，继续说道：岂止有罪，还不赶紧让你那弟子出来，告诉众人！杨过他到底是如何威胁迫害这些同门弟子？闻言，林长老脸上似哭似笑，表情让人不寒而栗。老夫无能，要罚就罚我吧，我那弟子。呵呵，这时太上长老开口问道：云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云婷怎么了？后者见到太上长老站了出来，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，但被太上长老柔和的灵力包裹，面色平静了下来。太上长老、圣主，还有各位同门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片刻之前，我都将我们紫竹峰的山主以及我那弟子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灵台蒙尘，明明记得那日发生的所有情况，却偏偏就是不能够跟你们讲出来。但我只知道我保留了当天的记忆。随即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块被封印的记忆晶石，那晶石上面有着数道锁链以及一个锁头，最重要的是那块记忆晶石上面布满了裂纹，那是天机锁。天机锁锁天机，顾名思义，只要被这锁头给锁住，哪怕你是算计天机的天机道人，也不可能找到其封锁的东西，亦或是人。却没有想到，这大名鼎鼎的天机锁居然用来锁着一块小小的记忆晶石。凌云度没有理会众人的惊讶，小心翼翼地默念法诀，伴随着咔嚓一声，天机锁被打开。可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这天机锁刚刚解开，就化作了粉末飘散于空中。如此至宝破损，凌云度却没有任何一丝心疼，反而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下记忆晶石，发现还能用的时候长舒了口气。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之中，凌云度打开了记忆晶石，画面也清晰地映入所有人的眼底。只见洞府之中一名青年弟子，此时正跪在地上，身上的灵力躁动不安。若不是那弟子周身有着大阵隔绝，恐怕他早就爆体而亡了。这人正是圣子的追随者，也就是凌云度的弟子。而在那弟子的身旁，凌云度双手不断地交织着，道灵力喷涌到阵法之中，强行将那名弟子躁动的灵力给安抚下来。凌云亭有熟悉老者的人叫出了他的名字，原来他就是紫竹峰的山主，也就是凌云度的亲哥哥凌云亭。就在这时，跪在地满头大汗的凌云亭开口：云度，要好好的将画面记载下来，并且用天机锁将其封印，未来找个机会交给师伯。紧接着凌云亭突然怒吼，来不及过多解释了，我们都被骗了，天道不仁了。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，凌云亭的身上居然出现了裂缝，脸已经变成了惨白之色，四肢更是诡异的扭曲到了一起。哼！凌云亭的身上发出了炸裂的声响，紧接着无数的黑色丝线从那裂缝之中破体而出，逐渐将那名弟子包裹成了一个大茧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凌云度悠悠转醒，看到了眼前地面的记忆晶石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连忙从储物戒之中拿出了天机锁，将整块记忆晶石给彻底的封锁住。画面戛然而止，众人都在震惊于凌云亭与那名弟子身上发生的事情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凌云亭他真的死了？还有那名弟子，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般诡异且不祥的气息，最后凌云亭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呀？而我站在原地满脸疑惑。刚才那画面播放出来之后，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上仿佛背负了一座山岳一般，那恐怖的压力让我体内的气海叉直接崩碎。若不是原始天魔体在最后一刻散发出了缕缕魔威将其稳固，恐怕我根本就撑不住。天道反扑，果然这就是真相。但为什么天道是那般诡异且不祥？即便没有见过天道，但前世看过那么多小说，我也知道，就算天道不是充满浩然正气，但绝对不应该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啊。或者说天道对于发现秘密的人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制裁他们的吗？太上长老惊愕的开口询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面对那些黑色的丝线，亦或者是毛发的东西，他根本生不出反抗的心思。他可是圣人王的境界，甚至都隐隐触及到了至尊的领域，这样的他居然产生了腿软
的感觉，他怎么可能不惊骇？而凌云渡沉默了片刻后，缓缓开口：“太上长老、圣主还有各位同门，我能够确定一件事。”那就是我那弟子并非是按照圣子所托前去坑害弟子的。他曾经说过，圣子曾数次开口让他们远离自己，但他却一直想追随圣子。结果无意间得知了一个弟子得到了秘宝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就想要将那秘宝献给圣子。我那不争气的徒弟说了，那种感觉异常强烈，似乎有人在蛊惑他，让他必须去。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，我那弟子打着圣子的名号，抢夺了宗门弟子的秘宝。凌云渡这番话可是让众人三观尽毁，整了半天，圣子压根没有让那人去抢夺秘宝，是那人不知道受了什么样的蛊惑才会如此。一时间，大殿之中吵闹声不断，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圣子、刘梅、马一汉以及萧公恩这三个和我有关系的人，则是用复杂的目光看向了我。原来那些事情全都不是你做的，自己这群人一直以来都误会了。而刘梅的娇躯微微颤抖了起来，我的徒弟他到底是在和什么东西抗争着？幕后到底是谁？居然能够如此强大，并且不知不觉侵染了整个宗门。作为天命之子的萧公恩，眼神更是充满了愧疚与骇然。这么说来，他一直误会了那个对自己温柔以待的大师兄。要知道刚入门的时候，大师兄那真的是对他没有二话，即便是师尊都远远不如大师兄对他的照顾。萧公恩咬着牙看向了我，他突然想起了曾经我对他的那一幕，甚至当时的他还在想，我虽然是他的师兄，但对他与亲兄无异。甚至当初他逞强闯入秘境被人追杀，我更是直接全力护他。那一次萧公恩清晰的记得，为了断后，我受到了大成期修士的轰杀，虽然侥幸活着回来，但差一点全身修为尽废。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且忽悠他的大师兄，自己居然还怀疑他。就算之前为其求情又如何？大师兄能够舍命护他，自己为何不能够无脑护他？真该死啊！甚至还想到了大师兄要对他的至尊骨下手，不过是一块骨头而已。大师兄若是真想要，那就给他呀！萧公恩因为愤恨自己的自私软弱，双拳紧握。马一汉同样是用复杂的神情看向了我。圣主一脉的大师兄，他入门之时就带着他游遍千山万水，护他无恙无忧的大师兄，什么时候自己和大师兄有着那么远的距离了？原来是他自己，是他将大师兄给推开了。不对，还有公孙明长老的事情呢，难道那也是冤枉的吗？以及强迫自己嫁给他。马一汉的心情越来越复杂，复杂到根本不知道此刻他对于我是什么样的感情。刘梅看着那宛如入魔一般的大徒弟，呢喃出声：“杨儿。”就在刘梅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我却没有给他机会。师尊，等一下。现在应该已经能够证明这些事情了吧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我笑面带笑意地看向了马一汉以及萧公恩。师弟师妹，你我三人之间的事情也该说得一清二楚。我缓步走到了两人的面前，萧公恩和马一汉则是下意识地回避了我的目光，但我并没有选择放过二人，而是直接开口道：“萧师妹，我请问你一句，婚约之时我可曾亲自逼迫过你半分？只是我那所谓的随从去说出逼迫，甚至都没有和我求证，就将这大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，对吗？”停！马一汉焦急地想要开口解释什么，但被我一只手挡。我问你答，我再问你一句，这婚约仪式是我主动要求的吗？闻言，马一汉选择了沉默。他似乎突然想起来了，之所以两人会有婚约，是他小的时候没日没夜求自家师尊促成的，怎么会将这件事给忘了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觉得婚约仪式是大师兄逼着他，而不是他主动要求师尊成全自己的？儿时的记忆不断地冲击着马一汉的识海，可我压根没有给他过多思考的时间，反而继续开口道：“师妹，既然你一直在说是我逼迫你，那么今日起，与我再无半点关系，婚约之事就此作废。”马一汉却在这个时候娇喝道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！”他想起来了，这份婚约是他求师尊求了多久才求来的，怎么可以放弃？我发出了一声冷笑：“不同意？说我逼迫的是你，现在不同意的也是你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”之所以现在的我会这般绝情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让我有些心灰意冷的事实，那就是天道的束缚并非牢不可破，一旦人的意志超越了极限，那么是有可能打破束缚的。而自己身边这些最为亲近之人呢？师尊和师妹可曾有过打破牢笼的束缚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或者说他们二人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，已经给我定性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反正我已经决定要跳出这所谓的剧情。将马一汉的事情说完之后，我看向了萧公恩这个天命之子。我曾经居然天真的想要和其联手，现在看来真是个白痴。小师弟，我们之间的事情应该不用多说了吧？现在看来你应该已经想起来了。因为他是天命之子，我点到为止就不再去看他。随后我转身向着刘梅，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为在意的人走去。刘梅看着自己的大徒弟，也是一阵疼惜涌上心头。他之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？然而你有何要求都可说出来，师尊会为你做主。自己这个大徒弟从来都没变过，但是却饱受委屈，而且还委屈了数年之久。圣子之位当然是他的。曾几何时，我跟在刘梅的身边，总用那调笑的语气开口：“师尊，我想看看您面纱之下的真容。”但每次都被刘梅给搪塞了过去。现在如果我还是要提出这个要求的话，他会，可我却异常平静的开口：“师尊，我想要退出宗门，并且还请师尊将我逐出师门。”闻言，大殿之中的长老与山主们面面相觑。现在我身上的误会已经被解开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说退出宗门啊？刘梅那双美眸紧紧地盯着我。杨儿，我明白你心中之愿，
这件事是为师的错，不该听信。我直接不耐烦地打断了刘梅的话。行了行了，谁的错我已经不想要去追究了。但是现在我仅剩下一个想法，那就是离开这里。之前可是说过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都会答应的。难道现在想要做那言而无信之人？面对我的询问，刘梅一致，她确实是说过，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来，自己都会满足，但唯独没有想过我会要求离开宗门啊。而就在刘梅不知所措之时，太上长老一个闪身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带着愧疚的语气开口：这件事确实是宗门的错，不过你也看到了，即便是刚刚，你的师尊也一直在保着你。闻言，我满脸讥讽。确实是保着我，2选1，师尊选择了别人，不是吗？太上长老。太上长老也尬在了当场，毕竟事实就是如此，他此时也无从下口。刘梅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之意：杨儿，你非要如此吗？他实在想象不到，我离开了宗门之后，他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殊不知我此时的思绪早已飘到远方，貌似我终于要离开这场漩涡了。如果继续在这天玄圣地待下去，谁知道未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如今超脱光环以及原始天魔体，其用才堪堪封锁住了主殿的天地，让天道不能够影响其中发生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早在凌云渡拿出记忆水晶的时候，估计天道就会降下惩戒，直接让真相葬入土中。所以我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想到这里，我再度开口。还请师尊不，还请圣主成全。刘梅那双如水如冰的美眸紧盯着我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流出泪来。曾经的记忆正在不断的侵蚀着这位圣人的心。多年前，我仿若开玩笑一般的对他开口：师尊，若是有一天你的爱徒和全天下为敌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杨儿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怎么会突然说出这般话来？哎呀，师尊，你就回答我嘛！若是真的变成那样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我既然就是你的师尊，当然会相信你。我们师徒一心，同聚同归。若是和全天下为敌，师尊也会站在你这边。那就说好了。师尊拉钩。那一日的记忆之中，我得到了他的答案。年幼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而他自己则是认为我童言无忌。现在想想，会不会在那个时我就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？这么多年之中，我一直在和不知名的东西战斗着，而他身为人师，不止没有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这边，甚至还跟其他人一样，一起在这大殿之细数我犯下的罪孽。谁都能够背叛我，但他不能啊！刘梅现在想通了这一环，但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去挽留我。而看着没有说话的刘梅，我不禁暗暗皱眉，赶紧同意吧，离开这个宗门，我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天道的压制力貌似越来越强盛了，若是再这样下去，没准我直接凉了。这个宗门我退定了，耶稣都留不住我。我说的，感受到了天道的异动，我抬起头，再度坚定地开口道：师尊，这么多年，多谢您对我的照顾。至于门派的资源，我没有浪费一分，我未曾欠过宗门半分。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师尊您的养育之恩。但我这么多年对于同门的照顾，相信师尊您也是能够看到的。未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保证不会站在师尊的对立面，不，或者说，从退出宗门之后，我会直接销声匿迹，再不会给师尊以及各位天。所有人都能够从我的语气之中感受到那决然之意。刘梅声音颤抖的开口：你真的做好决定了吗？我丝毫不退让。没错，师尊，现在我就只有这一个要求，还请师尊成全。大殿之上鸦雀无声，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圣主的决定。终于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刘梅开口了：好，我同意你的要求。一时间压抑的大殿之内终于爆发开来，所有人一个个脸红的发烫，愧疚这种情绪正在不断的侵扰着他们的心神。就算我没有怪罪他们，可他们始终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一关。而在听到刘梅的话后，我会心一笑，多谢师尊，不，多谢圣主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身上一直散发着的恐怖气缓缓的收敛，直至消失不见。可就在收回气势之时，我却突然瞪大了眼睛，噗，一口鲜血直接吐在了大殿之上。看到我吐血，大殿之上的所有人都惊呼出声。本想向前查看我的伤势，但被我伸出了一只手制止了动作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来之前吃鱼，嗓子里面扎刺了。不用在意，弄脏了大殿是我的问题，不过我已经退出宗门了，还请原谅我这一次。说罢，我转身急匆匆的离去，那模样让人起疑。等到我离开后，众人才开始讨论起来。上次吐出的那口鲜血，你们怎么看？他不是说了吗？被鱼刺卡到嗓子了。你是白痴吗？鱼刺能够卡到分神期的修士。我说的话，胜死他肯定是在和什么不知名的东西战斗着。毕竟凌云亭以及那弟子的模样，你们也看到了。听着众人的讨论声，刘梅并没有出声制止，整个人瘫坐在冰晶椅上，美眸有些失神，不知道在思考着些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守门弟子一样的眼神之中离开了天玄圣地，终于出来了。18年来没有离开过一次宗门，而如今从宗门离去，心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不舍呢。不过我也不再多想，既然摆脱这所谓的天道桎梏剧情枷锁，当然要享受了。至于会不会遇到危险，根本就无需担心，以我分神期的修为足以面对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化作一道流光向着远处遁去。而在我离开后的3天时间，整个修仙界发生了震动，大小圣地收到消息之时直接瞠目结舌，这要是自家有着这么逆天的圣子，简直都要供起来。就算是让圣主提前退位也没什么大不了，结果天玄圣地直接将其废掉的圣子之位，理由更是让人笑掉大牙。人家有着这样的天赋，欺男霸女怎么无恶不作又怎么了？要是放在其他的宗门之中，他们甚至都会帮助圣子去完成他想做的事情。
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到了事情的最后，圣子居然是被陷害的。霎时间，整个九州大陆暗流涌动，所有大小宗门都开始吩咐下去，为的就是找到我的下落，然后以礼相待，将消息传回来，圣主亲自去迎接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因为看破天机，提前将自己给封存了起来，为的就是等到成帝契机再出世的天机老人。此刻却因我的事情直接从地里面蹦了出来，知晓天机老人对我的重视，天机圣主连忙开口：“师叔祖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去寻找了，估计很快就会传来消息。”闻言，天机老人感叹了一声。那就好，此子身上的气机过于混沌，即便是我也难以算出其位置所在。自古大气运之人难以探寻，原因是天道过于爱护，强行探寻会被天道所阻。但此子却不同，他身上是混沌的气息，便是那所谓的混沌体，也没有他身上的混沌气息纯粹。也就是说，天机老人没有说完话，而是给了圣主一个眼神，后者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瞬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他是命定之人。得到天机老人的确认，天机圣主脸上的神情越加兴奋了起来。好，太好了！我天机圣地终于等到了命定之人，那我们必须要保住他。一众天机圣地的高层们也无不震惊，命定之人，我们等了那么多机缘，终于出现了。什么天道干他丫的，想伤害命定之人，这天不要也罢。哈哈哈，我天机圣地要兴盛了，若是有外人在此，听到这群人说的话，估计会惊掉下来。谁不知道天机圣地的人天天神神叨叨的，动不动就将天道天命挂在嘴上，而如今却为了一个天骄居然怒骂天道。轰！一层层劫云不断的汇聚在天机圣地之上，仿佛要将整个圣地都给覆灭一般。哈哈哈，天道这是忍不住了呀！我们本就是窃天之人，这狗天道人我们应该忍了许久了，没想到只是骂了2句，他就要动手了。就在众人还在畅快大笑之时，天机老人双目之中不断迸发出一股股大道的气息。只见天机老人袖袍一挥，一只金色的遮天大手从天机圣地之中升起，群山在那只手面前显得异常渺小。咔咔，遮天大手刚一出现，周围的空间就出现了崩碎的趋势。只见那只大手猛地向天空拍去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天上的层层劫云直接被那只手给拍散，天空再度恢复了清明。这里的动静并没有传出去。与此同时的10大宗门，类似情况不断发生。这些正魔两道的顶尖宗门，全都对我抛出了橄榄枝，为的就是让我这样的顶级天才加入他们的宗门。而此时的天玄圣地，外界都已经得知了我的那些事情与经历，宗门的弟子们当然也知晓。一时间，他们所有人都对那些前往主殿告状的弟子口诛笔伐。该死的混蛋！大师兄在离开宗门之时，甚至还告诉我要好好修炼。我现在还修什么炼？念头不通达境界，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的浮动。所以我要斩你们正道！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别说大师兄是被污蔑，就算不是被污蔑的又如何？大师兄他为我们付出的那么多，要你们一点点资源，怎么？你们有什么可委屈的？一群年轻弟子将那些前往主殿告状的弟子们直接堵在了洞府之中。若不是个人的洞府都有着阵法的加持，估计此时上百名弟子要被活活的打死了。即便是序列也没用，毕竟堵门的弟子可是成千上万，境界不够用人堆也将他们给堆死了。再加上本身的愧疚之心，导致这些弟子们全都躲在洞府内不出来，甚至有些想不开，已经打算自绝经脉了。此时的主殿只有圣主刘梅和他的2个弟子马一汉以及萧公恩。师尊，马一汉的语气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泼，变得虚弱不堪。萧公恩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他的头发凌乱，双目赤红，显然这些天根本就没有休息。刘梅语气淡然地询问道：“你们有事吗？”马一汉被齿紧咬下唇，虽然师尊语气之中没有丝毫的不对，但他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师尊此时明显也很不对。师尊，我想下山。闻言，刘梅美眸带着几分疑惑：“你的伤势为愈，如今下山要去做什么？”我想去将大师兄找回来。马一汉有些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一旁的萧公恩也连忙开口：“师尊，我也想下山去将大师兄找回来，他不该就这样离开宗门。”闻言，刘梅叹了口气，他又何尝不想将我给找回来？奈何如今宗门的内部，他还是没有找到那隐藏在背后的大手。到底是谁在这么多年孜孜不倦地陷害自家大徒弟？若是我留在宗门的话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就因为这些原因，导致刘梅这些天无心修炼，一直在宗门内部调查着。即便那些普通弟子前去堵山门，他都没有理会。听到自家徒弟们想要去将我寻回来，他美眸之中带着几分欣慰。然而他去意已决，想必是不会再随你们回来了，并且过段时间就是宗门大比，你们留在宗门好生修炼吧。至于你们大师兄的事情，为师会亲自去解决。没有在意2个弟子的情绪，刘梅自己都一直在混乱之中，敷衍了2句之后，身影消失在了大殿之中。马一汉和萧公恩也面色低沉地走出了大殿。画面一转，试炼城这座城池位于万魔域与瑶光圣地的夹缝之中，若是一般情况的话，恐怕早就被2道之争给弄得面目全非了。奈何赤炼城的背后有一位修为通天之人，所以2道的战火从未波及此处。久而久之，这里就成为了中立的城池，里面正道也好，魔道也好，都不允许动武。此时的清风楼内，我正斜靠在楼上的躺椅之上，眼眸带着一抹欣赏之意，看向那台上身着暴露的女子们翩翩起舞。
这3天的时间内，我不断用修为赶路，去到新的城镇之后，立马花大价格买了传送阵的使用权。既然要离天玄圣地远远的，只凭借飞哪够？传送阵让我直接来到了这赤炼城之中，与天玄圣地的距离，如果只靠修为飞的话，那估计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到达。我将手中的酒水一饮而尽，离天命之子都这么远了，应该安全了吧？而此时，一名管事上楼向我走来，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抱着一把琴的白色衣裙少女。那少女肤如凝脂，眸似秋水，带着一股不容人亵渎的气质。见到这一幕，我也是眼前一亮，因为这名少女的气质与刘梅有着几分相同。管事的将少女带到了我的面前，谄媚的说道：“公子，这如玉仙子可是我们清风楼的头牌。”当然，在此之前他从未陪过客人，这一次就由他来陪你吧。闻言，我对着如玉拍了拍身旁的位置，表示让对方坐在自己的边上。看到我如此直白的邀请，如玉的俏脸微微一红，不过也并没有拒绝，将手中的琴轻放在一旁的桌面上，缓步走到了我的身边坐了下去。刚一坐下，他直接就被我抱在了怀中，我能够感受到怀中的娇躯明显一震，不过紧接着就恢复了平静，那若有若无的杀意也缓缓的消散。看来管事的这如玉第一次陪客人并没有胡说。挣扎了片刻之后，如玉也选择了摆烂，反正也抵抗不了。再说这是公主的命令，如玉般撒娇的说道：“公子周围那么多人呢。”闻言我微微一笑：“没关系，人多怎么了？她们可都是我的好妹妹，不会笑话你的。”说罢，我转头看向了那些侍女们，紧接着就从手中再度扔出了一堆终极灵石。见此一幕，那些侍女们立马蜂拥而上，将那些终极灵石直接哄抢一空。没规矩！如玉峨眉微皱，冷哼了一声。只见那些侍女们瞬间站起身向我告状。我低头看向了怀中的如玉，略带苛责的说道：“没事，如玉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凶，吓到他们了。”如玉闻言微微一愣：“公子，您是我们清风楼最尊贵的客人，为了灵石他们在您的面前失态，就算被惩罚也是应该的。”不对，我的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。哪有什么失态啊？我只看到了一群为了梦想、生活去努力的年轻人，这样的人值得尊重。说罢，我再度扔出了一堆终极灵石。好家伙，果然财大气粗啊！如玉的嘴角微微抽搐，刚才我那一副正经的模样，若是忽视我那不断作怪的大手，他还真以为我是什么悲天悯人的圣人。而就在我忙着往如玉怀中塞灵石之时，一道声音传了过来：“这味道有，你如此唐突佳人，想来有失风度吧？”楼梯处，一个身着白衣的翩翩公子走了上来，我疑惑地看向了面前这个突然出现之人。“啥？你是跟我说话吗？”那人的语气虽然温和，但眼神之中分明带着愤怒之意。折扇更是被他握得滋滋作响。“这里还有别人吗？这味道有，你如此对待如玉姑娘，更是以灵石来妄图一吻相责，未免有些过于异想天开了。”这次反而轮到我蒙圈了。啥玩意儿？我不是反派吗？来个清风楼享受享受，还能遇到找吃的？难道我拿了天命之子剧本，要来英雄救美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颤，连忙用出了洞察之眼。用洞察之眼探查了一番之后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还以为自己又闯入了什么莫名的剧本呢。整了半天，这不就是一个单纯的 NPC 吗？但是我一个反派，你来找我查，是不是有点想死了？你有没有天道庇佑？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自古以来找反派查的除了天命之子，貌似还有一群卫道士。就比如裘子健这种人，在反派欺男霸女之时，总会站出来道德绑架一番。不过你这次可是找错人了，用道德绑架也要那人有道德才行啊！我将后背靠在躺椅上，抱着如玉的手更加紧了几分。如玉脸上的无奈之色，在裘子健看来就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，这他哪能忍？不过常年的温和行事让他没有怒极翻脸，平淡的开口道：“这味道有，还请放开如玉姑娘。想来这清风楼之中佳人无数，总有道有欣赏之人。何不……”等一下！我连忙打断了裘子健的长篇大论，开口道：“我看你这眼神，应该是看上如玉了。”裘子健的脸色有些泛红，但眼神却没有闪躲，很明显是默认。见到这一幕，我低下头询问道：“如玉，你觉得呢？这味道有貌似是喜欢上你了，不如我将你放开，让管事的换个人来，如何？”如玉连忙开口：“公子，我和裘公子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他虽然现在也想要离开这里，毕竟你刚才可是说让他去暖床呢。不过公主交代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他如何能离开啊？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抬起头调笑的看向了裘子健。原来是单相思啊！后者脸色瞬间涨红，我的目光好像是利剑一般，不断的刺破他的脸皮。他愤怒的看着我：“放开如玉姑娘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哼，不客气？我简直都要被气笑了！你对我不客气，无缘无故的打算搅乱我的好事，现在还想对我不客气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啊！被我一顿对脸，裘子健的脸色越发的难看。你我皆是修道之人，不如这样，你和我比试一番，若是在下赢了，你就放过如玉姑娘，如何？话落，他身上的气势却越来越强。如玉峨眉微皱，若是让这裘子健真的对我出手，可就麻烦了。本来打算出言相劝，但突然发现自己说不了话了。这个发现可是让如玉瞬间愣住，伸手抬起看向了自己身旁之人。没错，封印他全身灵力乃至小嘴的人就是我。面对裘子健的威压，风轻云淡，
甚至还有空用灵力将她给封闭了起来。这人到底是谁？别说是如玉了，此时1楼房间之中，那被称为公主的妖娆女凤眸也是紧盯着我。我的身份简直让她如猫抓心一般难受。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楼上此时的裘子健一身气势凌压全场，他整个人宛如一柄即将出鞘的利剑一般，剑目直直地盯着我，而我却面露不屑。小瘪三就是小瘪三，老老实实的待着吧。说着话，我伸出手轻轻往下一压，轰！整个2楼发出了震荡之声，裘子健更是整个人都趴在了地面，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，身上的压力就宛如泰山一般，压得他别说是站起来，就连想抬起头来都做不到。咔咔，那精致且结实的天灵木地板发出了崩碎的声音，裘子健更是一点点的陷入到地面之中。他此时的脸色就宛如煮熟的虾米一般，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双手抓住地面打算挣脱出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走上前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裘子健，眼神宛如在看一堆垃圾似的。砰！只见我一只脚轻踏在裘子健的头上。别再来找我的事。虽然我打算低调的活下去，不过你这种送上门的货，我也会不吝踩在脚下的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我的脸上又挂上了那熟悉的笑容。见此一幕，怀中的如玉以及周围的侍女们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。貌似这些天我过于温柔与洒脱的样子，让他们全都沉迷在其中，完全忘记了身为修士，哪有一个是脾气好的。而此时看我更像是个心狠手辣之辈。我看都没看地面的裘子健一眼，就搂着如玉跟着侍女离去。等到众人都离去之后，裘子健的身体才恢复了过来，身上也没有了那宛如泰山一般的压力。砰砰，恢复过来的裘子健一拳拳地砸在地面上，他的面容此时有些扭曲，整个人更是散发出了煞气。裘子健，就在裘子健要步入歧途之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前者转过头看去，一个侍女缓步走上前来，缓缓地开口：“公主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让御剑王朝除名的话，就继续在这里发疯。”裘子健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接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转身离去。在离去之前，侍女清晰地看到他的双目已经变得血红。1楼的妖娆女子则是暗叹了口气，这个御剑王朝的传人难堪大用，别说是试探了，就连让对方出手都做不到。妖孽只有妖孽能够对抗。